哎呀，哇，Kim 姐你在做运动啊？不是啦，最近感觉这个地方很不舒服，不知道是不是运动的时候弄伤了。哎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是髋关节啊，走路啊、站立、坐下都要靠它嘞。我知道，可是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办。放心，我要找专家来帮你看一看。来，起身卡一下，转身痛一下，这代表髋关节出问题了吗？髋关节会在几岁开始退化呢？关节置换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吗？手术后又该如何保养呢？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李腾啊，哎你平时都在健身啊，当然了所以你应该知道要怎么样保护关节，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做的对不对啊，所以还是问问专家哈。好，马上欢迎高级骨科医生张怡红医生，还有我们两位嘉宾潘玲玲还有汪清海。耶，欢迎可以请坐吗？来是，来，哎，不过在做之前哦，其实我们的医生哦有一个小小的测试，对不对？。对，是的。什么测试？我们叫单脚站立。那么什么是单脚站立呢？对站在前面呢，把自己的一只脚这样勾上来。试试一下。来，准备3、2，一起了哈。对1 ，Go！哇！如果你站不住的话呢，那你可能有髋骨就有问题。我有点会这样高吗？不稳哦。OK， 好，差不多10秒了，差不多对10秒。 4秒吗？有，差不多。过了吗？哎，两位 pass 吗？及格吗？及格，都及格做得非常好。哇这髋骨应该没什么事。好，那就可以坐下，坐下。来，请坐哈。不过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哎，这个测试呢，我们站一只脚的话呢，就要评估你的这个盘骨旁边的肌肉够不够力量，它支撑住。如果支撑得住，那这个髋关节没有太大的问题。了解。OK，那么如果退化无力呢，你站不稳，而且一直就要用手去靠住它。所以你看很多髋骨有问题的人都要拿一个拐杖。哎，不过想问一下两位，你们知道髋骨在哪里吗这里。 ？OK， 所以在前面的凹洞那里。是。 OK， 好，那青海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腰骨以下吧。我们就看一个骨头人嘛，这个是我们的骨头人，这个是我们的脊椎，这个是我们的头部。 OK，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髋骨，这个是股骨。然后股骨跟髋骨之间呢，就有个骨轮，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它主要的功能呢是支撑我们的身体，就把我们的身体连接去我们的股骨，造成是一个平衡的工具。不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行走。对。哦，那请问医生啊，那所谓的髋关节退化，那到底是在哪一个部位呢？主要是这样。我们的髋关节，刚才我们不是看到了，它其实是一粒球然后中间有一个杯，所以其实是一个球坐在一个杯里面。对。那么你看这一个球全部退化了。这个蓝色的呢是我们的软骨，它的软骨磨损过后呢，就是退化性的这个关节炎。OK， 那医生，我想问一下，造成这个球窝损坏的原因有哪一些啊？所以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退化性。什么是退化性呢？就是你看这个球窝，它的软骨已经被磨损掉，软骨是这个蓝色的。OK， 那么它磨损掉呢，就暴露下面的骨头。好，第二个原因呢是缺血，就是血液循环不到这边，变成它坏死，它整个这个球都扁下去。OK， 然后其他比较稀少的原因呢，也包括风湿性关节炎，然后也有或呢就是先天性的问题。怎样只是先天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杯，因为如果你的杯很深，它做得很稳，但是如果杯很浅的话呢，你看它的压力就压在这一边，就很快的磨损。OK， 我们有些迷思哦，要来考3位。第一题，酗酒会增加患上髋关节炎的风险，真还是假？真。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酗酒，你就整天喝醉酒了，跌倒，你会整天跌倒，你会肾到，你会晚上这样讲。OK， 那就发炎了。对。OK， 林姐。因为酗酒嘛，本身它就会导致骨质疏松症。那一有骨质疏松症的话，是什么问题都会来。那青海，刚医生已经说了嘛，髋关节炎会影响到我们的平衡，那边是我们的平衡组织嘛。对。然后你在喝酒的情况，肯定那个注意力肯定会减少，那跌倒的机会也高啊。答案是真还是假？真。酒精其实对我们的髋骨是非常的毒的一样东西，也会造成它的骨头坏死。对我们的髋骨而已吗？对。还是其他的骨？对，主要是髋骨。所以会造成髋关节坏死。髋关节坏死呢，就造成它的那个髋
骨轮坏掉，然后就会有关节炎。可是刚才林英姐有特别提到说，喝酒是会造成骨质疏松嘛？对，但是骨质疏松会导致这个髋关节炎吗？其实是不会，所以骨质疏松呢跟这个骨关节炎是两样不一样的东西来的。对。所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对哈。OK， 好，现在我们来下一题哈，来，请听清楚了。怀孕的次数越多，髋关节退化的越快，真还是假？你才生2个而已吗？对，你生20个看，我看你的髋已经散了。 OK， 为什么你觉得会退化越快？为什么因？为他们说，OK 了，我没有怀过孕，他们说你怀孕的时候，你的这个髋会 expand 呢，啊，OK，变大了哈，你开大髋，我看哈，你用久了会坏的。就很伤那个对很髋关伤节。OK，我觉得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孕妇的时候，每次怀孕的时候都会流失很多钙质。星海呢也是假，为什么？对，生孩子的时候不会影响到髋关节啊，你生过没？又不是你怀孕。不可能吧？我觉得会有影响，因为每次她怀孕的人不是这里痛哪里痛吗？都是在这个。到底会不会？马上来揭晓。来，医生，真还是假？答案是假的。因为我们生孩子呢是这个盘骨扩大，然后 baby 才有办法生出来，根本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个髋关节。是盆骨啦，对髋骨不会影响啊。盆骨哦，对对对，哦，对，最后一题，请听清楚了哈。髋关节炎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话，会引发关节感染，真还是假？好，真。它炎本身就是一个感染了吗 ？inflammation 了啦。inflammation 对，如果你没有去好好照顾它，它一定会更加严重的吗？然后就会感染。就会感染啊，对啊。我觉得是会，是因为就好像生病这样，你不好好治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更严重这样。对，其实我跟他们的答案大同小异，就是已经发炎了，你还不去控制它、治疗它，长期更加容易受感染。越来越严重。OK， 到底这有没有可能是陷阱题呢？来，医生，真还是假？答案其实答案是假的。我们在医学上面，我们指的感染是细菌的感染。OK， 这是不会造成细菌的感染，除非你身上有带菌的地方，比如我们的抵抗力比较差一点点，像糖尿控制不好啦，或者甚至是艾滋病啦，那么再加上有一个，如果是一个细菌的感染源，那么就很容易受到细菌感染。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真的不幸关节有这个感染的话，那是很严重的事情。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对，说第一，因为这个感染呢，细菌到处跑嘛，会造成你血液感染，这个甚至会致命的。对，所以经常呢就要去把它这个细菌感染清洗出来，打抗生素一段时间。对，好，来，我们总结一下成绩哈，我们2位嘉宾2分啊，还不错哈。林姐姐，哎呦，我不及格对耶，3分拿1分就不及格耶。没事，就要好好听课。好。OK， 好，来，请问医生啊，近年来呢，退化性的髋关节炎是否有年轻化的趋势呢？那你看过的最年轻的病患是几岁？所以一般呢，大多数都是60、70岁的人才有这个问题，但是近几年来，不只是有年轻化的现象，而且那个病例也加倍。那么你刚才问我最年轻，我最年轻的病人30多岁都有。哇，为什么呢？这些通常就是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患者。对，30多岁风湿性也是很早吧？对，有啊，这个风湿性关节炎10多岁的人都会。那其他原因呢？其他原因有时是创伤、酗酒，对，有些通常是非常激烈的运动造成他这个髋骨受伤。OK， 那一般上啦，这个髋关节是什么时候会开始退化？通常40岁左右，那么差不多60、70岁呢，他就可能有症状。其中一个症状是失去平衡的嘛？对。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症状呢？所以其实失去平衡，第一个最明显的呢，就是走路一拐一拐。对。第二就是疼痛，第三呢就是这个髋骨僵硬。因为我们有2个髋关节，对，一般上是一边损伤，还是两边一起来呢？都有可能，但是多数呢是一边然后另外一边来，对，然后跟着另外一边。那么其实最早发现的呢是第一，你会发现你自己很难修你自己的脚架，然后袜子穿不到，然后甚至你穿你的内裤的时候没有办法站住穿，变成要坐下来穿你的内裤，不然你穿不到。医生想问你，如何区别髋关节炎跟坐骨神经痛？这2者呢？它的位置很接近，对，因为我们的坐骨就在后面嘛，你看这些都是坐骨神经线，是，所以这个是后侧，这个是前侧。那么通常呢是脊椎的问题跟这个坐骨的问题呢，你的痛都是
后面偏后侧，偏后侧，这包括臂部这一边，知不知道包括臂部这一边？那么如果是髋关节呢，它的痛就反而在前面，在前面，通常就在前面这边，这个凹洞这一边，甚至跑在你这一个股这个前面这边到你的膝盖下去。对，所以它的痛的部位是不一样，不太一样。对。所以是怎么样诊断出它是一个退化性的髋关节炎呢？通常呢，我们临床检查，有几个，刚才我们已经做过了，比如单脚站侧啦，还有我们看他走路的方式。那么经常呢，他们双腿的长短都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关节灵活性呢，也受到影响。OK， 对，做了这个，如果你已经有初步就是怀疑这个是髋骨的问题呢，那么通常呢，我们在医院里面呢就会拍 X 光，OK， 甚至做磁场共振，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对 ，MRI 啦，对 MRI。好，欢迎饮食治疗师 Kelvin 啊加入我们的讨论。OK， 其实我们聊这个主题呢是髋关节嘛，它的这个健康其实跟饮食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饮食呢和关节的健康关系是很大的，尤其是像髋关节炎这种慢性的退化性疾病。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呢，它其实不只是影响我们的体重，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发炎程度。所以它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关节的修复能力。OK， 举个例子啦，如果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吃炸鸡、甜食、加工食品这一类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呢，它其实会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症状。而这个症状呢，它会加速我们的关节退化。OK， 所以有哪一些营养素是可以帮助延缓这个关节炎的发生的呢？有几个营养素是比较对关节健康是比较关键的。第一个就像是蛋白质啦，它是一个关节软骨主要的建材，主要的原料，它能够帮助关节修复。然后也维持关节的功能还有弹性。是。然后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就像是 Omega-3，鱼油 ，OK， 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C，它的抗发炎作用呢，可以缓解关节的疼痛还有僵硬。OK， 接下来还有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K2。维生素 D 可以帮助我们吸收钙质，而维生素 K2 呢，可以把钙质送进去骨头，强化我们的骨骼。那 Kelvin， 髋关节疼痛时，我们在吃方面要注意些什么呢？髋关节在疼痛时，饮食上我们要特别去注意，避开那些会加重发炎的食物。OK， 就比如说像是油炸食物啦、甜点、含糖饮料、加工肉类、咸酱料，这些都含有大量的糖、油、盐，还有很多的人工添加物。这些东西呢，都会让我们吃进去，我们的身体会火气大。加剧发炎反应。相反的，我们应该多吃一些天然抗发炎的食物，就比如说是绿色蔬菜、莓果、坚果、深海鱼、亚麻籽，这些都有益于减轻发炎，缓解关节不适。像据我了解呢，我们髋关节是支撑我们的体重嘛。对。那如果说我们超重的话，那我们的髋关节的负荷也会增加。所以控制重量是不是就很重要？但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呢？对，没有错。我们的体重每增加1公斤呢，其实我们的髋关节就要承受多3至5公斤的重量。所以控制体重呢，可以有效的减轻关节的负担，缓解疼痛。OK。所以在减重这一方面呢，可以从4个方向来做调整。OK。第一个呢，我们就可以定时定量吃饭，避免暴饮暴食，因为规律的进食可以帮助身体的代谢更加顺畅。OK。那第二点呢，每一餐尽量跟着我们的健康餐盘的比例来做调配，也就是1/4是我们的全谷类，1/4是我们的优质蛋白质，还有1/2的餐盘呢，我们应该多吃蔬菜。颜色越鲜艳是越好的。然后第3呢，我们的烹调方式尽量以健康清淡为主，多蒸煮少煎炸。这样子。最后一个呢，可以尽量减少使用浓稠酱汁就比如说沙茶酱甜酱油、千岛酱，这些糖分、油脂都很高，热量就很容易超标。如果我们担心吃不饱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考虑搭配一些高蛋白、高纤维的全营养饮，因为它可以帮助控制热量，又可以增加饱足感。最重要是可以补到刚才提到关节所需要的营养素。不过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要自律就是你要坚持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对，因为比起快速的减重，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长期可以坚持的良好饮食习惯。
好，问一下医生哦，像我们现在这个髋关节炎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吗？其实有好几种，第一当然是非药物啦，每个人都不喜欢吃药，也不喜欢打针那一些。那么非药物刚才林先生已经讲过了，体重，说减轻体重其实是最重要的。OK，那么物理治疗加强你的肌肉，那么拐杖，你如果要减轻它的压力，你拿拐杖。那么其实很奇怪，就是拿相反方向。就说，比如你的右腿痛的话，你就拿在左手边呀，就把身体推向痛的那一边。也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你需要拿重的东西呢，你就拿在右手。右脚痛就拿在右手。对。那么如果不可以了，那没办法，你就要看医生。那么吃药就包括止痛药，还有消炎的药。那么再不行呢，考虑打针。什么是打针呢？就直接从这个关节那边注射药物进去，消炎的药。好，那万一如果更严重呢？更严重，那就要考虑做手术。有什么手术可以做呢？最轻微的就是微创手术。微创手术什么？放一个相机进去里面，把它修干净来。对，然后再不行呢，就要做比较大的手术。比较大的手术是什么呢？就是关节置换手术，就是换一个新的关节进去。我们就把你这个坏的骨轮切除掉。切除掉了之后呢，我们的骨头中间是空的嘛。然后我们就放一个假体进去，就放一支铁匠进去。然后呢，另外一边呢，那个背那一边呢，也跟它磨干净来呢，放一个假体进去。然后你就有一个新的骨轮。现在我们也很进步了，差不多1个半钟头就做好了。对，然后它有没有一个年限，就是能够比如说你置换了多久？10多20年。10多20年什么坏呢？主要是里面这个假体给你磨坏了，其实无所谓。你10多20年回来，这个可以脱出来，然后再换一个新的。哇哦！那医生，我们置换之后要注意些什么呢？其实现在医学很进步了，我们置换隔天起来就可以起床了。对。不过一般上你建议说手术后还是要休息多久？说前面6个星期要比较注意一点点，主要是你的肌肉那些要康复嘛。而且算是一个大手术。说你做完手术之后呢，可能也会比较弱一点点，因为流血嘛。在髋关节置换手术之后，身体通常都会比较虚弱，所以在恢复期间的饮食呢，就要以补元气啊、恢复我们的体力啊，而且防止肌肉流失为重点。所以通常呢，我们都会建议饮食以清淡、均衡、好消化为主，因为手术后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有些人麻醉的影响，导致他胃口变差。所以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呢，可以以少量多餐的方式，又或者是可以选择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帮助伤口加速愈合。要避免一些油腻、辛辣、生冷的食物。避免引起肠胃不适，然后又延长身体恢复的时间。加速伤口愈合嘛。那吃些什么才可以帮忙加速呢？然后也可以同时预防受到感染呢？除了刚才提到的蛋白质之外，我们还有几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可以加速伤口的修复，还有预防感染。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C 啦，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合成更多的胶原蛋白，修复伤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锌，可以帮助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降低感染风险。还有就是铁质，手术它会造成失血，而补铁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红血球生成，可以加速身体恢复。还有一个是最多人会忽略的，就是水分。手术之后呢，身体会容易脱水，所以我们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又或者是一些营养汤，可以让我们的伤口保持湿润，加快愈合。那个 Kelvin， 刚才你是有提到嘛，说术后有些人可能没有食欲啦，那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啊，可以帮助补充蛋白质啊，还有修复肌肉的组织？如果一些病人呢，他吃不下正常的饭菜，他其实可以考虑搭配一些全营养饮。因为这些营养饮呢，它通常里面都会有优质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健康脂肪，还有添加了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这些营养都是需要用作于伤口修复。它对于手术后体虚又或者是食欲比较差的病人来说，它是一个方便又有效的营养补充方式。那髋关节炎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吗？是会，因为你的这个关节很僵硬嘛，所以你这个关节僵硬的话，很容易折断，因为它没有活动性，就会造成这个髋骨这一边骨折。那么这个髋骨骨折，尤其在年老的病人，骨质疏松，再加上这个骨关节炎劳损，再加上它骨折的话呢，就会变成你可能瘫痪。那么这个瘫痪了之后呢，在1年内
死亡率可能高达28%。哇，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请问医生有什么办法能够延缓髋关节的退化呢？其实是有的。第一，减轻体重；第二，戒酒啦。哦，好。然后呢，第三呢，可能有一些比较高危险性、非常激烈的运动少做了。那我想问一下，青海现在有在做什么运动吗？一般上不是做一些力量训练，就是去跑步。OK，这个应该还算可接受范围。对，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然后除此之外，我现在也加强了一些拉伸的一些伸展，对伸展。我觉得体能训练呢，很大部分是你的 flexibility。你还有在练武术吗？现在偶尔会自己练，然后示范给学生看会。了解，但不是像以前当运动员那个时候每天练5个小时的。那个量比较大吗？那个时候那个不一样，那个是要比赛嘛。对。那当然也要请这个Kelvin 来补充关于这个延缓这个髋关节。如果延缓髋关节退化的部分呢，第一个跟医生一样，就是一定要控制体重。然后第二点就是运动要选对了。OK， 不能够太激烈。我们可以试着用一些像游泳、瑜伽、轻度伸展的这些运动。OK， 它不仅可以去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稳定住我们的关节。这些运动对关节的冲击力道比较小，也是比较安全的。OK， 然后第三个当然是回到饮食。饮食呢，一定要去选一些抗发炎的，吃多一点纯天然抗发炎的食物，就比如说蔬菜、水果、深海鱼、豆制品、坚果、橄榄油等等。所以它是比较偏向预防的动作，不要等到关节痛了才来处理。对，所以呢，千万不要让髋关节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哦。疼痛不是老化的必然，而是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是也就是说，在关节疼痛之前要好好的照顾就是延缓它退化哈。今天也是要谢谢张医生还有 Kelvin 的分享，谢谢。好，谢谢林姐，谢谢青海，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我们下次见喽，拜拜。